爸妈，我们家出新闻了。新闻？什么新闻呢？依萍在大上海舞厅当了歌女了。孟平，你怎么都说啦？孟平，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你说清楚，依萍在做什么？我在大上海舞厅门口看到依萍的海报，她改了名字，叫做白玫瑰。那张海报好大，她穿着旗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上面写着“清纯佳人白玫瑰”什么的。我没仔细看，就跑回来了。这是不是真的？你们两个知不知道？我们知道一点。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知道一点儿？老爷子，你先不要生气了。阿豪，你有没有搞错？依萍怎么会去当歌女呢？真是太不像话了。你爸爸3番5次的让你去给他送钱，他都不接受，现在反而当了歌女赚钱，这不是故意丢你爸爸的脸吗？你们为什么瞒着我？他在舞厅做了多久？爸，你就当没有这个女儿，以后她的事你也别问了。我怎么可能不问？我怎么可能当做没有这个女儿？她生来是我的女儿，就一辈子都是我的女儿。好了好了，老爷子，不气了不气了，我们算是仁至义尽了。依萍她自甘堕落，我们也不管，那我们也无能为力呀。你不要迁怒于尔豪和如萍，他们不告诉你是怕你气坏了身子。爸爸，我们知道不应该隐瞒你，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说服依萍，希望她放弃那个工作，可是她非常的固执，她有她的看法，认为只要她洁身自好，那个工作也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总之，上次一顿鞭子让她整个改变了，她一再的表示，当歌女比来这边讨饭要高尚多了。他记仇，他居然跟我记仇！他并不是记仇，应该说，他对人生有另外一种领悟吧。
初白玫瑰来找我，提出好多条件，才答应登台。记得我曾经问过他，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你的要求？他非常自信地告诉我，因为我会成为大上海的台柱。正是他这种自信，才让我愿意在他身上下赌注。现在他成功了，我也赌赢了。他做到了，因为他每次唱歌并不是在讨好客人，而是唱出他的心声。他是用真实的感情在唱歌。下面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老歌《往事难忘》。你可记得3月末初相遇，往事难忘，往事难忘，两相偎处，微风动，落花香，往事难忘，不能忘。对我衷肠，就是跟随欢喜，往事难忘，往事难忘。对我诉说老故事最甜蜜，往事难忘，不能忘。文佩，文佩，我回来了！嘿嘿呀，嘿嘿，嘿嘿。文佩。文佩，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你一归来，我不会再忧伤，往事难忘，往事难忘。我愿忘怀，你弃我就流浪，往事难忘，不能忘。情意绵绵，我为向你身亡，往事难忘，往事难忘。细诉衷情，没字句，痛断肠，往事难忘，不能忘。往事难忘，不能忘。往事难忘，不能忘。谢谢。快点，快点！哎呀，你怎么了？你这个帽子！哎呀，白玫瑰小姐，谢谢你今天晚上愿意多唱一首啊！没问题的，蔡经理。好。啊，你忙你忙。你好，白先生。每次听你唱歌都有很深的感动，今天也是这样。哎，对了，怎么会唱这首《往事难忘》啊？
从小我妈就喜欢唱这首歌，我们以前经常改歌词唱着玩儿。今天突然心血来潮，反正乐队一定会演奏啊，就临时起意唱了这首，好像反应还不错。可不是嘛，大家到现在都还在鼓掌呢。白玫瑰小姐，有位客人要我把这个交给你。谢谢啊。怎么了？我爸爸来了，他在外面等我。我知道，二豪是不会替我保密的。你终于来了，陆伯伯。你们坐下。哎，你住下那边搞什么鬼？啊！你在这唱歌，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我现在每个月拿300块，8月起秦五爷说还要调整。我每个月给你400块，你马上收拾东西，离开这儿。我不要。你什么？我不要再接受你的钱了，我不要再当伸手接济了，我不要离开这里，我也不要放弃唱歌。一平，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命令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你不能命令我什么了，我不是你的部下，也不是你的小兵，我有我自己自由意志，我不再是以前的陆一平了。现在的我，活得比以前快乐，我自己挣钱自己用，请你不要干涉我了。陆伯伯，我们换一个地方去谈好不好？淑环，你在我2个女儿之间跳来跳去，是什么意思？陆伯伯，您大概误会了。你现在到底跟如萍交朋友，还是跟依萍交朋友？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你问我爱哪一个，我可以告诉您，是依萍。好，既然你亲口这样说，我就算你是依萍的男朋友。我想，你对这个大上海一定很熟悉了。你去告诉这个老板，依萍唱完今晚不唱了。恐怕我没有办法这么做。我没有权利带依萍做任何主张。你有没有出息？如果依萍是你的女朋友，你怎么可能看着她每天晚上在这么多男人的注视之下，灯红酒绿，卖弄风情？什么卖弄风情？请你不要口不择言，故意伤害我。我凭本事在这唱歌打我的天下，和你以前在战场上一样的拼命。满口胡言乱语，你敢把你的堕落跟我的战争相提并论？你简直是疯了！啊，白玫瑰，哎，我送了你几百篮的花，让你陪我喝杯酒，你死都不肯。怎么天天跟着这小白脸在一起？今天又多了个老头子。把你的话收回去，否则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你们凭什么打人呢？难道只有你们可以喜欢白玫瑰，我就不可以吗？对呀。住手！让开，让开！陆先生，你好，我姓秦。在你砸掉我们大上海之前，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谈一谈？正好，
我也要找秦五爷好好的谈谈。请。秦五爷，我对你的成功、你的事业都非常佩服。我今天到大上海来，不是来找麻烦的，只是一个父亲来寻找他出走的女儿。这是一个家务事，非常抱歉让您也卷在里面。依萍欠大上海多少钱，我陆某人一定如数归还，也请你高抬贵手，让依萍回家。我相信秦五爷也有儿女，一定了解做父母的立场和心情，所以，我今天就要带走依萍，她以后也不会再登台了。抱歉。白玫瑰，你怎么说？我是大上海的歌星，我当然会对我的工作负责了。我不是你出走的女儿，不是你不要了的女儿，也是你长大的女儿。你已经管不了我了。依萍，我问你一句，你要不要跟我回去？我不要。你在这唱歌唱定了？我唱定了。陆先生，关于你们父女之间的事，我秦某人管不着，也管不了。可是大上海的事，我得管，也非管不可。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白玫瑰在我们这儿登台以后，非常骄纵。我是个生意人，和他签有合同，必须按合同来办事。当然，作为我本人，也舍不得放他走，因为他是大上海的台柱。至于你所担心的事情，那是不会发生的。白玫瑰一直有专人保护，我们从来没有让她吃过亏。那么，刚才那位喝醉酒的客人，怎么会过来说那些鬼话？你不是打了他一拳吗？何书豪安不也狠狠地教训了他吗？你看，这都是我们的保镖。如果我们不想让你们动手的话，你们还能动手吗？怎么说，你也不准备放人了？我尊重合同，尊重白玫瑰。我希望你也能尊重我。以后要管女儿到家里去管，不要到大上海来管。我懂了。你们好自为之吧。你怎么不说话？心里有好多感触，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依萍，你今天狠狠地刺伤了你爸爸。听你的口气，你很不以为然。是，
今晚当我听到你爸爸说，他只是一个父亲，来找寻他出走的女儿，我听了非常感动。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无动于衷？你不懂吗？那我就告诉你，因为他前后不一致。如果他心疼我，在乎我，当初就不会把我们母女赶出门，更不会这么多年来对我们都不闻不问。今天他出现在大上海，不是因为爱我，而是因为他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在舞厅唱歌，这损伤了他的面子。你太武断了，我看到的不是这样。你看到的又是怎么样呢？我看到的是一个心痛的父亲，努力想要挽救自己的错误，换回那个失去的女儿。可是你坚硬的像一块铁，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你的意思说我很残忍？对。停车！停车！哎，依萍，你这样不了解我。在我四面楚歌的时候，你不站在我这边，反而站在我爸爸这边。你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知己啊！我不想理你了。依萍，哎，先生，给钱。依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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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脾气怎么这么坏呢？难道我连表示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吗？我知道你的家庭很复杂，我也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在我没有介入以前，我没有资格说话。现在既然我们彼此相爱，我就不能够不管。你要怎么管？你认为我伤害了我爸爸？你知不知道我妈妈，她身上跟心里有多少伤口？你不必为你妈妈打抱不平，那是上一代的事。你妈妈如果要跟你爸爸吵架，她可以自己来，犯不着由你出面。我只是很难过，你怎么能够否定你爸爸对你的爱？连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怎么会看不见？我看不见，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你没有切实的经验，没有真正被伤害过，没有从小到大像我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你才会空谈这些大道理。你少发表意见。我们陆家这笔烂账，你从来没有参与过，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讨论。我不认识你了，我真的不认识。我的依萍不是这个样子。你要的是一个你理想中的陆一平，很可惜，我不是。既然你已经不认识我了，你可以走了。好，我走。你在干嘛？妈，你跟我说话。你怎么坐在这儿哭呢？妈，你的手怎么冰冷的？妈，一平，
你骗得我好苦啊！我那么相信你，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你都知道了？谁告诉你的？你爸爸刚才来问我，是我为什么要糟蹋你？爸爸来过了。自从我们搬到这里，他从来都没有来过。他不关心你，他也不关心我。我们怎么生活，他完全都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现在跑来问你为什么糟蹋我，他有什么权利这样说？糟蹋我的不是你，是他。我知道他理论。一平，你要怎么闹才够呢？你要让我心痛到什么程度才够呢？妈，你赶紧坐下，你坐下。妈，对不起，我骗了你。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伤心，这么难过，我才骗你的。妈，你不要生气，你原谅我吧。一平，你明天就把工作辞掉。我不能，只有这件事情，我一定不能依你。妈，如果你再让我回去接受爸爸的钱，真的比杀了我还让我难过。妈，我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我没有堕落，我也没有受污染，我唱得很好，我很受欢迎。妈，虽然我会有一些小麻烦，但真的比过去看雪姨的脸色好啊。妈，如果你生气，你就骂我一顿吧，你打我2个耳光。妈，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今天真的好惨啊！今天爸爸到上海去了，说了很多让我很难过的话。舒缓，他也跟我绝交了，把我扔在了马路上。如果你再不谅解我，我真的很难过。你是我。我可以进去吗？你来这儿干什么？你不是根本就不认识我吗？我现在过来，重新认识你。我为什么要给你机会，让你重新认识我？舒缓，伯母，一平，还是我去买菜吧。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对不起，千不该万不该，昨晚不该把你一个人扔在街上。一平，让我告诉你，我从小是个独生子，父母什么事都依着我，养成我固执而骄傲的个性。我的脾气一向不好，我不是个温柔体贴的男人。可是，我自认是个非常讲理的人，我不会无理取闹，也不会莫名其妙乱发脾气。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是我无理取闹，是我莫名其妙发脾气了？不是，昨晚是我忍不住要帮你开刀。开刀？什么意思？在你心里一直有个毒瘤，我既然看到了，就不能够容许它继续长大，所以我要帮你开刀。昨晚，你原来在帮我开刀啊？那么现在，你又来干什么？我来帮你敷药。我居然不知道，你是个医生。我有毒瘤也好，我有伤口也好，都不劳你何大夫费心。你要是有开刀上药的瘾，你去找别人，不要来找我。不许走！不许！你有什么资格不许？我是没有资格不许你走，我也没有资格帮你开刀敷药。我一直就是个不自量力的人。自从那天在雨夜里碰到你，我就一直在做不自量力的事。我做的也很辛苦。如果我能够少爱你一点，我就不必站在这儿自取其辱。就算我心中有伤口，那也是我与生俱来的，早就无药可救了，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呢？为什么你要生活在恨里面，而不生活在爱里面？我看得很清楚，爱与恨都在你一念之间。你为什么要选择痛苦？你不觉得这样对自己太残忍了吗？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的记忆里全是痛苦，我想忘也忘不掉，想逃也逃不走。我常常问我自己，我才19岁，凭什么我应该承受这一切？可是我无从选择，因为我是陆成华的女儿。就因为这个事实，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让痛苦的记忆包围着？这样值得吗？值得吗？这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这是忘得掉还是忘不掉的问题。人生有很多记忆是你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即使你是一个医生，你也没办法在我脑子里放一把火，把所有的往事一起烧掉。你也无法用你的手术刀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全体割掉。一平，我可以，只要你给我时间，不要在我手术动了一半的时候就把我开除，请你给我时间，让我来慢慢治好你。你为什么那么固执呢？一定要给我开刀呢？我不要那个毒瘤害死你，我要你健康快乐，我要你享受人生，我要你享受生命。来，只要你肯睁大眼睛看这个世界，你就会觉得
美丽的事情仍然存在。我说了这么多话，并不是要干涉你的思想，只是因为，如果你无法享受人生，那未免太可惜了。毕竟，我们只有几十年好活，让我们活得潇洒一点。舒欢，你好傻，你应该不要管我，不要理我，不要让我侵入你的生活，扰乱你的步伐。你是这样一个完美主义者，上帝为什么会让你遇到我？我真怕我会害了你啊！不会，你不会害我。你这么美好，你不会害任何人。一平，答应我，为我活得快乐一点。为了你，尽量去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这样吧，过2天，你肯不肯去看你爸爸？就算你不肯放弃大上海的工作，但是你们父女俩还是可以恢复父女关系。有句俗话说：“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骨肉外。”这句话对于我并不合适。打不是疼，骂也不是爱。那还有一句：恩不可以忘得太近，仇不可以记得太深。你还有什么俗语吗？还有一句：多个亲人多条路，多个仇人多道墙。我听你的，都听你的。除了大上海的工作我不辞以外，我都听你的。因为你这么善良，这么宽宏大量，这么为我着想，我对你投降了。老爷、太太，何先生、玉萍小姐来了。哟，今儿吹的是什么风啊？把大上海舞厅最美丽的歌女和上海滩最伟大的名记者一块儿给吹来了。妈，不要这么说嘛！舒缓和依萍来了，实在好难得，大家正好聚一聚啊！哼，真是难得极了。前几天舒缓还一直往我家跑，现在大概都是去舞厅了吧？这舞厅当然是热闹过我家，莺莺燕燕、花花草草的，红玫瑰、白玫瑰还多得很呢。你满意了吗？你的唯美主义得到印证了吗？长嫂，给依萍小姐和淑环倒茶。哎，来，这有刚出炉的蛋糕，跟我一块吃一点。来。是啊是啊，都是自己人，何必每次我剑拔弩张呢？来来，吃蛋糕。伯父伯母好。如萍，杜飞要我问候你。他的伤怎么样了？好些没有啊？没事了，不过如果你肯去看看他，他大概马上就好了。哎，不，如萍一去啊，他会更严重的。做戏也要做足嘛，对不对？他可是好不容易才有这个苦肉计的机会哦。爸爸，我来到这儿是为了跟您说一声，
在大上海的工作，我决定做下去。希望你成全我，不要再干涉我了。不行，你非离开那儿不可。爸爸，这是我生平第一份工作，不管它在你心目中光彩不光彩，它可以帮我养活妈妈，可以缴房租，可以让我吃得饱穿得暖，它对我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关于钱的事，我们不要谈了。以后不会再为了拿钱让你受委屈。你的固执也该到此为止了。可是我跟秦五爷签了合同，我也有义务在大上海唱歌。我已经找了一个律师，研究了你的情形。你今年才19岁，按照民法规定，20岁才算成人，所以你签的合约根本不合法。爸爸，你请了律师？是。如果秦五爷不放人，我就跟他拼到底。陆伯伯，这样做不好吧？秦五爷身跨黑白两道，在上海娱乐圈势力很大，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如果跟他硬拼，可能会两败俱伤。不如这样，就让依萍再唱一段日子，我愿意天天去陪她，绝对不让她吃亏，好不好？不好，我的女儿绝不能在那种地方唱歌，我不许。你不许？你把我弄得走投无路，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你又千方百计来破坏我。好了，老爷子，这事儿啊，我看你别管了。依萍早就不是你的依萍了，人家现在是大上海舞厅的白玫瑰。哼，这黑豹子怎么会生出个白玫瑰来的？总之，他现在已经过惯了风花雪月的日子，哪里还可能回来规规矩矩的过日子呢？再说了，人家现在已经有了个私人保镖，我看呐，你就不用再担心了。你住嘴！我没跟你说话，你不要插嘴。你，老爷子，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好坏，我是你老婆，你儿女的妈，今天被依萍这样欺负，还让我怎么做人？你的话确实太多了，当心闪了你的舌头。依萍，你就不能让一步吗？你太过分了。什么叫让？爸爸，你教我。妈妈知道什么叫让，所以她一辈子躲在一个小小的蜗牛壳里，已经好多年了。你知道这个字的代价是什么吗？你一生都没有让过，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字里面有多少的痛苦和眼泪。依萍，你是怎么了？你是来讲和的不是吗？你不要管我。朱欢，不要管他，他有种就让他说。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做让吧。让的另一个代名词叫做懦弱，让的再多叫做弃权。清朝末年，割让土地，大好江山也让出去了，我们的家乡东北也让给了日本人。而你要我让吗？让到什么程度？我的字典里没有一个让字。我只不过讲了一个让字，你怎么跑出这么多废话？你的字典里没有让字，我看你字典里缺的字太多了，最起码没有尊敬，更没有礼貌。对，这些表面文章的字我是没有，但是我有真实啊。我听说豹子的眼光是很锐利的，爸爸，你睁大眼睛看看吧，你的周围对你忠心的人早就一个一个离开你了，而你身边剩下的到底是什么？你什么？你是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了？老爷子，你要替我做主，我每天辛辛苦苦的在你身边伺候你，今天被依萍指着鼻子骂。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你太放肆了，你简直目中无人。
雪琴好歹是你的长辈，你这是什么态度？在你的字典里，父亲2个字也是没有的。我的字典里有这2个字，可是他的解释和我们的状况不太一样。你又准备跟我开战了是不是？你存心想气死我是不是？你以为我不敢再教训你一顿是不是？爸，鞭子在这里，鞭子在这里。陆伯伯，鞭子不能解决问题，请您不要再用鞭子。爸，我今天来到这儿，喊你一声爸爸，是听了书桓话，特地来跟你讲和的。没想到弄成了这个样子，看来我跟这里真的一点缘分都没有了。我走了，大上海的事情随便你跟秦五爷怎么斗法。一平，有一句话想跟你说。你，这是你欠如萍的，我要帮她讨回来。还有你欠我妈的，我也要替她讨回来。你这是干什么？我教训她，她不要脸，抢走如萍的男朋友，还欺负我妈。你也不要脸，玩弄如萍，甩掉如萍，整天像一只大头苍蝇见到血一样，跟在依萍屁股后面转。陆平，谁让你来管闲事啊？你给我进去！不要，我要找他算账。你算什么账？小小年纪选择这么泼辣，还不快进去？我不走。你带一瓶快走吧。我不应该乱出主意，要你到这边来。来，痛不痛？我去找一辆马车，我们到郊外去走走，好不好？把这些乌烟瘴气的事，通通都忘掉。好不好？怎么可能忘掉？你要我怎么忘？不可能！我好恨，好恨，好恨！你怎么可能让我把这种恨转变成爱呢？我懂了，我终于懂了。
再勉强你。我们离开这儿，我们走得远远的，好不好？啊，来。大家都在努力的化敌为友，你一个耳光把大家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你没有听见吗？一平本来是来求和的，舒欢一定费了许多功夫才能说服他。你这么一打，一平会恨死我们的，大家结下的仇永远都解不开了。你要帮我打抱不平，也要打对地方啊！什么舒缓玩弄我、甩掉我，你让舒缓怎么想我，一平怎么想我？大家一定认为我输不起，我没风度。你这不是帮我，是害我哎！你们两个真是太奇怪了。二豪，你不是恨死一平的吗？为什么现在要跑去跟他化敌为友？你看他那个样子，对妈妈说的那些混账话，他是想要和我们化敌为友吗？如萍，你就更奇怪了，自己男朋友给他抢了，你只知道在家里烧照片，差点连房子都烧了。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我跟你说不清楚，你能不能不要管我的事啊？打得好，梦萍，真是我的好女儿，替妈妈出了一口气。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一点骨气都没有。那个依萍就该打，打得真是痛快极了。妈，打架是你也鼓励吗？都像你这样，只有挨打的份。依萍骑在你头上，你就让她骑；依萍把你的男朋友抢走了，你就让她抢。如果我和你一样窝囊，那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是依萍母女，而你呢，只能去舞厅当歌女、当舞女。就算你当歌女、舞女，你也当不过依萍。妈，你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和别的女人抢丈夫吗？我承认我没有得到你的遗传，我不会抢。这方面的光彩，你一个人去享受好了，我不想遮住你的光芒。或者，依萍和我是天生的宿命，你欠的债，我来帮你还。以后不要再怪依萍，不要再怪我不争气，一报还一报，上帝公平的很。你。我们家这是怎么回事？不打打闹闹，不能过日子吗？你瞧，报应真快。梦明刚刚给了依萍一个耳光，我现在帮她还了。如萍，你去哪里？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我去追他，我去陪他。哇，外面居然在下雨啊！我们在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么大的雨，没有雨伞怎么办呢？这样吧，你等我一会儿，我去跟工作人员借把伞来。这儿啊，妈，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站这里啊？你来了多久啊，妈？依萍，依萍，先生，刚才那边。做什么？你在这儿淋雨啊，淋得这么湿，你来干什么？你站了多久？你在惩罚我吗？我在这儿等你。如果你一定要在舞厅里坐下去，我就每天晚上在这儿等你，一直等到你回心转意不做为止。妈，我要怎么才能让你了解，一切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坏啊？大家都很喜欢我，听我唱歌，秦五爷也在尽量的保护我。我没有应酬任何客人，
就像今天晚上一样，气氛好得不得了。妈，一切都不像你想象中那么惨。如果你这样反对我，会让我崩溃的。我看这样吧，我们到了面去叫车，有什么事回家再慢慢说。这样淋雨法会生病的。我不在乎生病，只在乎依萍。假如你也在乎我的话，就会听我。要是新平还在，或许我不会把全部心力放在你的身上。可现在我只有你一个呀。妈，请你不要再提新平了。我知道我没有他好，可是我也有我的立场和苦衷啊。伯母，你真的可以为依萍放心了，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何况我会拼了我的命来保护她的，你就不要再折磨自己了。依萍，你拿着伞，我去找车。伯母，依萍，赶快上车吧，说的话都回家再说。赶快喝一碗姜汤，要不然很容易感冒。妈，我去拿块毛巾。伯母，喝碗姜汤。妈，我知道我又让你伤心了。你每一次伤心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新平。我也希望我是新平，可惜我不是。妈，请你不要用新平的标准来要求我好吗？那样我会活得很痛苦，你也会的。不是的，想念新平是我每天都有的功课，就像我想念其他逝去的人和事一样。对你的要求和新平无关，只是我对你的爱。我懂，我都懂。妈，你不要这样固执嘛。其实这个工作也让我得到了很多快乐，也让我很有成就感。尤其当我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我唱得好投入，我可以忘掉我所有的烦恼，这是一种发泄啊，也是一种享受。你看，你已经把这种工作当成一种享受。我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我要你去上大学，要你恢复以前的单纯。妈，伯母，我一定要跟您说，我真的好喜欢依萍。如果她愿意接受我，您也愿意接受我，我会用我整个的生命来爱护她，保护她。我家也是书香世家，我又是独子，家里对我的终身大事看得非常严重。今天我在您面前许下诺言，我会保护她的名誉，保护她的安全，因为她不只是您的依萍，她也是我的依萍。您就让她唱吧，我会守着她，看着她。
妈，请你再给我2个月时间，让我唱到9月底。如果到时候你还像这么反对的话，我就辞职了。你让我再存点钱吧，这不只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李副官一家和可云呢。